近期，美国海洋监测船胜利号一直在西沙赖着不走，虽然没有进入中国领海挑衅，但是正在收集海洋水文数据，对中国潜艇的威胁非常大。对于这类美国军舰的威胁，中国有什么好办法吗？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的海军的监测船胜利号，在西沙群岛附近一圈又一圈的转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区域里边，起码几十天，1个多月了，不走。而且呢，在这个之前还和中程号，也是它这一级别的这个监测船，一直赖在这个里边不走。那么说，就是大家会问，他这个是不是属于一种侵犯领海，或者是说故意在这儿给我们挑衅呢？不是，他和这个导弹驱逐舰闯入西沙的领海不是一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驱逐舰比如说这个舷号65的导弹驱逐舰它的这个到了西沙之后呢，就故意到你的这个领海线附近，或者是进入你的领海，然后呢，那我们这个守岛部队必然首先要进行这种识别，就是说这个驱逐舰进来了是哪个国家的，首先要查证。那一看，是美国的舷号65，那一查，本福德号基地在美国的圣迭戈。好，你跑到我的领海来了，我就要对你发出警告，就是说，这是中国的领海，请你离开，请你出去。如果你不走的话你不改变航向的话，那我就要进行这种驱离了。比如说警告射击，我打在你的这个前面这个舰艇的前面因为你进入人家领海，进入专属经济区，你的舰上的这些直升机是不能起飞的，你的雷达或者是火炮，就是这个火炮它外面有个叫像帆布做的，那叫炮罩是不能打开的，因为你这涉及到对人家国家的安全的威胁你要叫无害通过，你要敢打开，我到时候就收拾你。所以我们讲这个时候就要驱离。而它这个就是胜利号，它属于是监测船，这个监测船呢，它大约是3380吨的排水量，而且是一个双体的。它上面搭载的呢不是导弹和火炮，它搭载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雷达和声呐。雷达是干什么的呢？是收集你的无线电的这个信号的。比如说你的雷达开机它有一个频段吧，你的无线电通信就像我们在西沙和这个大陆上面这些指挥所的通信，这是无线电波，它可以侦测是用的什么频段。还有呢，就是你舰艇之间和舰艇之间通话，这也是要无线电的，所以它雷达是干这个事儿的。还有就是通信的设施，再一个就是声呐。声呐它主要是探测水下的潜艇因为毕竟在南海里边，特别是西沙群岛附近呢，那可能有我们的潜艇在进行活动训练或者是这个巡航它要探测你的这个潜艇是什么样的潜艇，是核潜艇还是常规潜艇是新型的呀，还是老型号的呀？因为就像我们每个人讲话有一个声音的频段一样，这个潜艇的它也有声音的这种标记，就它一听这个是039型的潜艇这个是长征系列的潜艇它都是有这个一定的声音的这个特征的那这个靠什么呢？是靠声呐给记录下来。那么它在这块长期的转，然后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发现的经过这里的潜艇的这个记录，然后呢就来送到数据库里边，然后编好。在今后的时候，如果就跟你听完我的声音了，你就知道下回我一讲话，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在讲话呢？那个人是谁在讲话呢？就是数据库，就是我们专用术语叫做敌我识别一听这个声音是敌人还是朋友，他就知道了，所以他可以干这个用。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注意到他为什么来回来去的要在这块就是那转一圈不就行吗？不行，实际上就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探测你水下的这个地图，因为你通过这种
超声波。为什么说要用超声波还有这些声呐呢？因为这个就是过去他们这些船，比如说在自己的海域附近就是在进行工作的时候，这个叫绿色和平组织就拿着这个小艇给它捣乱抗议。为什么呢？说你这个超声波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这个频段放下去之后，它在探测就是回波这个，然后海底的地貌，它在绘这个图的时候呢，人家这个这个就是绿色和平组织说呢，这个可能对水下这个鲸鱼或者是海豚，就这种水生物就可能遭到破坏，把它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探测器官给破坏掉了，所以反对它。那它在我们的这个周边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深度比如说比较深，可以上千米，但是呢，它这个宽度只能是几十米、上百米，就是它这么走一趟，只能探测一个几十米、上百米的宽度。所以你想想，西沙那么大，它一趟它探得过来吗？所以它来回来去就跟那个曲别针似的，这么来回来去的画，它才能够跟耕地似的把这块的这个海图给画下来。所以它必须需要时间，必须要这么往返的才能把你水下的这个图画下来。再有呢，就是你这个水面的这个情况，就是还有这个海浪，还有这个温度就是这个水的温度，还有这个风力。那你走一趟只能是知道这一趟的，那你要是待1个月，你就知道这1个月的天气有什么变化。那它有的时候就赖着你几个月就在那附近，所以你这个1年4季的这个气象的变化、水温的变化以及水下的地貌，它就搞得一清二楚了。这实际上呢，都属于是军事上的叫战场准备，就是说将来我要是在这块跟你发生军事冲突的话呢，我一定要有这样的战场准备，因为本来这是你们家门口，你可能对这个情况很熟悉，我就不熟悉，所以我们看到他为了掌握这些情况，就一直赖在我们的西沙附近，包括这个在中沙这些区域里面长期赖着不走，实际上都是在搜集相关的这些军事情报。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